作为魏国的皇帝曹髦是如何被人当街刺杀的？姜维最后一次北伐以及敛兵拒捕的策略是否能够挽救蜀汉？司马昭调集18万大军征伐蜀汉，刘禅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的最后一次北伐及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258年，姜维回到了成都，刘禅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。然而，由于他常年在外征战，无暇顾及朝廷的政务，当他真正身处成都的时候，才发现蜀汉的朝政已经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。此时，刘禅最为信任的人是宦官黄皓。董允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厉色责备，使黄皓有所收敛，不敢为非作歹。可是，自从董允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能压得住他了。由于姜维常年不过问朝政，导致尚书令陈芝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大将军姜维。而且，陈芝并不排斥宦官黄皓，还与黄皓互为表里，深得刘禅的信任。再加上姜维数次北伐失利，朝中的很多大臣都对他颇有微词。不久之后，黄皓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等人给刘禅上表，建议收回姜维的兵权。姜维再三思虑之下，决定离开成都，要不然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。于是他给刘禅上表，请求前往榻中屯田。刘禅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榻中即今天甘肃省舟曲县。再来看曹魏朝廷。260年，曹髦已经20岁了，可是他虽然身为皇帝，朝政却由司马昭把持，并不由他做主，因此心中颇为不安，常常忧虑自己被受辱。于是他决定召集百官废除司马昭。5月初6，他让仆射李昭和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在凌云台部署甲士，然后召来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王业和尚书王经前来议事。王经在狄道被姜维打败后调回洛阳，回来之后却成了皇帝的心腹。然后他对三人说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我不能坐等被废之辱。现在我决定亲自率领你们前去征讨司马昭。”安排妥当之后，他便让三人各自召集人马。然而王审和王业不仅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，还连忙将此事告知了司马昭。他们本想拉着王经同去，却被王经给拒绝了。司马昭得知后大惊，立即召来护军贾充等人商议，并做好戒备。曹髦得知事情泄露后，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于是只能率领亲兵前往司马昭的府邸，准备诛杀司马昭。当他们到达南阙的时候，迎面遇到了贾充，率兵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曹髦厉声呵斥道：“我要去讨伐有罪之人，敢有骚动抵抗者，罪当灭族。”贾充率领的兵将面面相觑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曹髦无论怎样，名义上还是皇帝。于是众人连忙看向贾充，问他该如何应对。贾充怒斥诸将道：“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，就是为了今天，这还用问吗？”众人还是不敢妄动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太子舍人程济挺身而出，大步走到皇帝曹髦的车驾前，将戈刃从曹髦的后背直接穿了过去。曹髦不可置信地被刺杀于车驾之中。司马昭得知后大惊，跌坐在地上说道：“天下人该如何议论我呀？”接着他连忙召来陈泰，询问此事该如何收场。陈泰对他说：“为今之计，只能将贾充腰斩，方能向天下人谢罪。”可司马昭想了半天，又问陈泰说：“有没有退一步的办法？”陈泰回答说：“没有退一步的办法了。”最后，司马昭决定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刺杀皇帝的程济身上，准备杀他以平民愤。5月初8，司马昭向郭太后上奏，声称自己本想听候曹髦的裁决，没想到曹髦还想谋杀太后，于是便举兵阻挡。他命令将士们不得伤害任何人，更不能逼近天子的辇车。可程济不听命令，私自闯入兵阵，刺杀了皇帝。现在程济已被军法从事，程济的家人也被逮捕，已经交给廷尉治罪了。最终，郭太后下诏将程济一灭三族。同时，司马昭认为王经和自己不是一条心，趁机将他也给处死了。随后，司马昭召集群臣商议，决定迎立燕王曹宇的儿子曹皇为帝。5月初8，司马昭派他的儿子中护军司马炎前往邺城迎接曹皇。6月初1，郭太后下诏让曹皇改名为曹奂。6月初2，
曹奂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至此，曹髦的政变彻底失败，曹魏的第5位皇帝曹奂即位，但依然是傀儡皇帝，朝政依旧由司马昭把持。2年之后的262年，姜维发动了第11次北伐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伐曹魏。这一年，姜维61岁。他此次北伐的目标是陶阳，即今天甘肃卓尼县西南的陶河南岸。邓艾得知姜维出兵后，连忙率军赶往陶阳迎战。他觉得姜维劳师远征，粮草转运必然困难，所以此战难以持久。于是他抢先占据有利地形，以逸待劳地等待着蜀军。姜维的大军到达后，双方在陶阳以东的侯河展开激战，结果蜀军不敌，姜维只能率领残兵退回了榻中。消息传回成都，黄皓大喜，连忙在刘禅面前进献谗言，并且开始运作罢黜姜维，推荐自己的亲信严语担任大将军之职。姜维见黄皓如此肆无忌惮，便给刘禅上表，请求处死黄皓，可刘禅不肯听从。姜维深知黄皓已经权倾朝野，无人可以撼动，他自己也不敢再返回成都，只能留在榻中继续屯田。至此，蜀汉君臣离心，宦官专权，再加上国力衰弱，北伐已经彻底无望，能够守住汉中和巴蜀之地就算不错了。姜维认为，蜀汉和曹魏的兵力悬殊越来越大，而汉中的守军严重不足，如果继续防守汉中，已经无法获得更大的战果了。于是他便提出了敛兵拒谷的策略。他下令撤走所有关隘的守军，重新调整部署，让胡济退往汉寿，王涵驻守越城，蒋斌驻守汉城，蒋舒和傅简驻守阳安关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当收缩汉中的防御，以集中兵力打击来犯之敌。如果魏军前来攻打，他就将魏军放入汉中，然后坚壁清野，诱敌深入，拉长敌军的补给线，等敌人粮草耗尽、疲困撤兵之时，再伺机歼灭，关门打狗。那么，既然姜维已经做好了部署，司马昭是否能够破解呢？263年夏，司马昭召集群臣，商议征伐东吴和西蜀的战略战术。他分析说，如果征伐东吴，就需要打造战船、开凿水道，粗略来算，需要耗费1000余万个工日，也就是10万人100多天才能完成。另外，南方的地势低下，气候潮湿，必然会发生极疫，所以应该先灭西蜀。灭蜀3年之后，可以借助巴蜀的有利地形，水陆并进，攻灭东吴。西蜀的士兵大约有9万人，驻守成都和其他各郡的不下4万，因此可供姜维调配防守汉中的不会超过5万人。此时姜维驻守榻中，无法亲临汉中战场，蜀军的其他将领则据城守险，兵力必然分散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只要我们从倘落到出兵，出其不意地攻打汉中，必能将其击败。邓艾得知后，立即给司马昭写信说，西蜀还没有祸乱到有可乘之机的地步，所以他建议司马昭暂时放弃灭蜀计划。可司马昭不肯听从，而且为了万无一失，他立即派遣主簿师纂前往邓艾的军营担任司马，同时负责监视邓艾。接着，司马昭调集了18万大军，刚好是蜀汉总兵力的2倍，兵分数路，同时对蜀汉发起攻击。姜维得知曹魏18万大军来袭，连忙给刘禅上表，请求派遣张翼驻守阳安关，派遣廖化驻守阴平桥头。刘禅找来宦官黄皓商议，由于黄皓信奉鬼神巫术，他告诉刘禅说，魏军最终不会攻来，陛下尽管放心。于是刘禅便将此事搁置，竟然都没有向大臣们提及，导致蜀汉的大臣对于曹魏出兵的事一概不知。那么姜维是如何赶到剑阁关抵御钟会的？邓艾又是如何通过阴平小道直取成都的呢？灭蜀之战的全过程，我们将在下期详细讲述。